如果你一直关注黄金市场，你一定知道最近的市场行情简直就是电光火石，金价不断屡创新高，而且似乎每天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散户和机构都在想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次深度解析。我们拿到了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2份重磅报告，聚焦于这个星球上最大的2个黄金消费国中国和印度，我们将逐页逐图的为大家剖析。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新朋友，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你都会对当前黄金牛市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的认识。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从中国市场开始。我们首先来看这份中国黄金市场快讯，标题非常直接，批发需求反弹。在报告的第1页开篇的要点就给我们画出了重点。首先，无论是伦敦的美元金价还是上海的人民币金价，都在上个月飙升了 12%， 年内涨幅达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水平。其次，9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出库量达到了118吨，环比和同比都有显著增长。第三，中国的黄金 ETF 在经历了短暂的流出后，9月份重新迎来了45亿人民币的强劲流入。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1个月增持黄金，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市场信号。现在就看第1页的图表，标题是上海金基准价创下了2016年推出以来最强的第1到第3季度的表现。这张图非常直观，横轴是月份，从1月到9月，纵轴是人民币金价累计回报率。图中的几条线代表了不同年份的表现，那条醒目的黄色实线代表2025年，紫色实线代表是2024年，而那些虚线灰色的线代表了2016到2023的历史同期表现。大家请看这条2025年的黄色线，它从年初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到了9月底，累计回报率已经接近 40%。 这是什么概念？它远远甩开了历史上任何一年的同期表现。这张图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今年人民币黄金的涨势是史无前例的。好，翻到第2页，这里面提到2025年前3个季度，上海金基准价创下了36次历史新高，年内回报率高达 36%。 报告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尽管批发需求在9月份有所反弹，但仍然比长期平均水平低了 33%。这说明面对如此高的金价，下游的珠宝零售商在为黄金周备货时显得非常谨慎。这份谨慎我们在第2页的图表2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张叫做9月份批发黄金需求改善，显示的是每一个月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出库量。黄色的线是2025年，紫色线是2024年，蓝色线是10年平均值。大家可以看到，代表2025年的黄色线在9月份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向上抬升，达到118吨，这符合季节性的备货规律。但请注意，这个高度仍然明显低于那条代表10年平均水平的蓝色线。这再次印证了报告的观点，市场有需求，但高昂的价格确实抑制了实体需求的爆发力。接着我们来看第3页。第3页的图表3从季度的角度再次审视了这个问题。这张柱状图展示了历年第3季度的黄金出库量，橙色的横线是10年平均值。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2024和2025年的紫色柱子明显比往年的要矮，并且远低于10年平均线。这说明从整个季度的维度来看，今年的实体黄金需求确实相对疲软。对于这种价量背离的现象，如果你想获得更加及时的解读，欢迎点击描述栏或置顶留言的链接，加入我们好投资的官方社群。
但是实体市场的谨慎并不代表投资市场的冷静。请看第3页下方的图表4，中国黄金 ETF 在9月份录得流入。这张图的信息量很大，左边的纵轴和绿色柱子代表每月的资金净流入，单位是10亿元人民币。右边的纵轴和横色的曲线代表月底资产管理总规模。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绿色的柱子都比较小，甚至有负值，代表资金在流出。但请看9月份，一根巨大的绿色柱子拔地而起，代表了45亿人民币的巨额资金流入。受此推动，代表总资产规模的黄色曲线也随之飙升至历史新高。这说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正被这波强劲上涨的势头所吸引，通过 ETF 大举进场。我们来到第4页，这一页的图表5为我们展示了 ETF 需求的季度情况，标题是3季度流出对今年至今的强劲势头影响甚微。这张图里面每一根柱代表1年，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季度。请看2025年这一根柱子代表第1季度和第2季度的部分非常高，显示了上半年巨大的流入，而代表第3季度的绿色部分只是非常小的一块负值。从整体来看，2025年仅前3个季度的总流入量就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完整的年份，这有力的说明3季度的小幅流出只是全年创纪录式的流入中一个小插曲。翻到第5页，我们来看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图表6展示的是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的日均交易量和价格波动率。紫色的柱子是交易量，黄色的曲线是波动率。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紫色的交易量柱子显著跳升，同时黄色的波动率曲线也开始上扬，这是典型的市场现象。当价格开始剧烈波动时，就会吸引大量的短线和战术性的交易者进入期货市场，从而推高交易量。第5页的下方是图表7，这张图追踪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购买行为，标题是人民银行连续第4个季度公布增持黄金。图表中的紫色柱子是每一个季度的官方购金量，黄色的曲线是国际金价。这张图的看点非常清晰，从2022年第4季度开始，代表央行购买的紫色柱子就从未间断过，显示出一种长期持续的战略性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5年黄色金价曲线陡峭拉升，紫色的柱子高度开始有所下降，这告诉我们央行仍然在坚定的买入，但面对飞涨的价格，他们的购买节奏变得更加谨慎和具有战术性，不再是不计成本的买入。对于央行最新的动向和市场的展望，欢迎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加入我们社群进行深度的交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6页图表8，关于中国黄金进口情况。这张图展示了中国的月度黄金净进口量。我们只需要看2025年8月的最新数据，总进口量达到了87吨。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历史最高，但绝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表明了尽管价格高昂，中国市场仍有稳定的实物黄金流入，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中国市场的情况总结概括一下就是，投资需求火爆，央行持续买入，但高金价对实体批发和珠宝需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黄金市场的另一个巨头印度。这份报告的标题充满了节日的喜庆，印度黄金市场快讯，节庆闪耀。我们来看第1页的要点，金价上涨，国内金价出现溢价，节庆销售旺季开局强劲，黄金 ETF 流入创纪录，珠宝商营收强劲，黄金进口量创10个月新高。每一个要点都指向一个词：强劲。
请看第1页的图表1，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黄金涨势仍然继续。这张图的柱状代表月度涨跌幅，蓝色柱状图是美元计价的国际金价月度变化，浅灰色的柱状图则是以印度卢比计价的本地金价月度变化，深绿色的线是以印度卢比计价的黄金现货价格。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柱状图在2025年几乎是同步的陡峭上扬，而且由于印度卢比的贬值，浅灰色的本地金价涨势甚至比蓝色的国际金价更为猛烈，这意味着印度本地投资者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这种强劲的需求直接体现在了价格上。请看第2页的图表2，随着节庆季节的开启，国内金价溢价攀升。这张线图展示的是印度本地金价相对于国际金价的溢价或折价，单位是美元每盎司。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线都在零轴附近甚至下方徘徊，意味着本地价格是折价的。但请看9月和10月，这条线突然向上拉升，溢价一度超过了25美元每盎司。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需求信号，它意味着印度买家愿意支付比国际市场更高的价格来获得实物黄金。这对于即将到来的排灯节和婚礼季节来说是一个非常看涨的指标。我们来翻到第3页，这一页没有图表，但内容非常关键。报告指出，尽管金价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印度的上市珠宝商在第3季度依然实现了 6.5% 到 63% 不等的收入增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通常是旧金换新的计划，以及推出更多轻量化、低克数的珠宝来适应消费者的购买力。同时，印度的 ETF 市场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资金流入。9月份的净流入高达836亿卢比，相当于买入了 7.4 吨黄金。更惊人的是，新增的投资账号数量也在创纪录，这说明大量的印度散户投资者正在涌入黄金市场。报告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散户投资者占账号总数的 97%， 但只占总资产的 8%， 而机构和高净值人群则正好相反。这些惊人的 ETF 数据在第4页的图表3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示。这张图叫做创纪录的资金流入推动印度黄金 ETF 持有量上升。绿色的柱子是月度净流入资金，紫色的曲线是 ETF 总持有吨数。和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国 ETF 图表一样，请看2025年9月份那根巨大的绿色柱子，它几乎让图上其他的所有时期的流入都相形见绌。受此影响，紫色的持有量曲线也急剧抬头，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就是金融投资需求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样创纪录的资金流入，欢迎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讨论后市的策略。接着我们来看第4页的图表4，印度的进口数据。黄金进口量稳步攀升，紫色的柱子是进口吨数，绿色的线是进口金额。请看图表的最右侧，2025年9月份，无论是代表吨数的蓝色柱子，还是代表金额的绿线，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尖峰。当月进口量超过了100吨，创下了10个月的新高。这些实物黄金正是为了满足我们前面提到的节庆、婚礼和投资需求而流入印度的。如此大规模的进口，再次确认了印度当地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已经深入分析了中国和印度这2大市场的详细数据，现在让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总结一下，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共同点非常明显，第一，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投资需求都异常火爆，尤其是在 ETF 领域，这表明全球投资者正在积极追逐黄金的上涨势头，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资产配置。
第二，两个市场的本地金价都处在历史高位，并且涨势强劲，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和细节。在中国，极高的价格让实体黄金的消费者和零售商变得更加谨慎，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而在印度，强劲的节庆和婚礼需求导致本地金价出现了高额溢价，并拉动了大量的黄金进口，市场情绪更为炙热。那么，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刚入门的朋友来说，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实物黄金市场正展现出强烈的投资需求，这背后是人们对金价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和避险资产的信心。而对于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来说，印度市场的高溢价、中国期货市场的交易量放大，以及中国央行在不同价位下购买的节奏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市场情绪和深度的指标，可以帮助你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的脉搏。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请一定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你的支持是对我创作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